好了，各位同學晚安。今日又來到了我們這個萬事通事務所的內容了。今天是一集科普集。Elon Musk 在今年1月的時候做了一個很有趣的 podcast 訪問，他在那裡面預約了，或者說預期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那這些可能性，我們今天身為一個科普頻道，身為一個知識性頻道，自然就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那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Elon Musk 所看見的未來。今天是第1集，我們還有第2集。Elon Musk 親口說啊，AGI 就是全能人工智慧，2026年會落地，就是今年。AI 2030年會超越全人類。中國的裝機容量，就是它發電的裝機容量，2035年會超過美國3倍。但今天最刺激的不是這些，是 Elon Musk 提了一個叫全民高收入 （Global High Income）。希臘的經濟學家說它是科技封建主義。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國內只有什麼誰誰誰爭權、什麼行車記錄器的時候，讓我們來好好關切一下這件事。今天的萬事通事務所準備要正式開始了。各位晚安，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馬斯克所看見的未來第1章超音速海嘯。我們會講到智慧密度計算機工程師 UHI Universal High Income 全民高收入科技封建主義變壓器供應鏈。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嘍。定場詩是起點已至，誰知曉？算力橫掃萬葉窯，海峽兩岸論電費，超音速浪幾時消？這事情比你想象要嚴重多了。那今天我們先從一個地點開始說起，這是德州奧斯汀，這個 Giga Texas 特斯拉的超級工廠，時間是2025年底。Peter Diamandis 這人是誰啊？他是起點大學 Singularity University 的共同創辦人，也是 XPRIZE 的創辦人，大概是這個地球上對科技指數型成長這件事看得最透的人之一。他帶着他的 podcast 節目 Moonshots 坐到 Elon Musk 的面前，然後他們講了3個小時。Elon Musk 真的很會講，而且他都不累。這3個小時呢，2026年1月在 YouTube 上面播出。我跟你講，這是我這幾年看過最重要的一場對話，不是因為他樂觀，不是，而是因為他清醒。Elon Musk 開場的第1句話，我重看了好幾次。他說：“我們不是在接近起點了 ，Singularity Point， 我們已經在起點裡了。”各位，起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我來幫你解釋。Singularity 起點 ，Singularity Point 原本是物理學的術語，黑洞中心那個點，在那個點裡面，時間、空間所有已知的物理學法則全部失效。Ray Kurzweil 未來學家
Ray Kurzweil 借用了這個詞，發明了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這個概念，意思是當 AI 智力超越人類的那個時刻，所有的預測都會失準，因為那之後的世界，你現在用這顆腦袋跟你現在的物理經濟學常識根本想象不了。Elon Musk 說的是，我們現在已經在那個起點裡面，不是快到了，是已經到了。而且他打了個比喻，這個比喻我覺得非常準確。他說，這就像坐在雲霄飛車的最頂點啊，你已經過了最高點，你開始往下衝了，激勵已經開始壓住你的臉了，你沒有辦法暫停，你沒有辦法減速，你也不能跳車，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雙手放下來，抓緊扶手，好好活過這段時間。各位，馬斯克把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字啊，它叫做 Supersonic Tsunami 超音速海嘯。什麼叫超音速海嘯？海嘯就是海嘯。超音速海嘯的意思是，這個浪打過來的速度比聲音還快，你聽不到、看不到，你只能感受到撞擊，因為聲音比它還要慢。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浪裡面。好了，重點來了。如果他講的這個畫面是真的，那我們今天這一集要做的事情，不是要說服你相信他，因為已經來不及了。你相不相信都沒有救，你相不相信都不會改變。但你要理解它，你要做好準備。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全部人都在講這些垃圾話題，沒有人告訴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一個選台北市市長的候選人出國讀書，讀了好幾年，號稱他全世界最厲害，戰鬥陀螺也會，做蛋糕也會，結果搞不清楚 energy 跟 electricity 是什麼意思。energy 是所有的能源形態啊。熱能算，動能算，位能算，那所以難道你說那個黃仁勳跟你講說我需要 energy， 他需要熱能嗎？說我覺得這個台灣現在太冷啊，我需要熱能，或是我需要動能，我需要咕嚕咕嚕在地上滾。他說的就是 electricity， 我沒有看過隔天就被打臉的。如果今天台灣主政掌權的被拿來吹捧的都是這種文法商的落後者的話，你怎麼期待台灣的科學能夠先進，台灣的科技能夠繼續往前走？所以我接下來會把這3個小時的對話拆成5個重點，我們一個一個看，然後在最後面我會問你一個問題。如果2030年 AI 的整體智力超越人類的總和，那台積電還會是護國神山嗎？答案跟你想的不一樣，但你要先看懂前面的內容，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要把這一個事情講清楚。來，謝謝 TikTok 那邊簡簡單單做自己，一開播就抖了這麼多東西，然後壞掉的龍九說請支持密封玻璃調味瓶。單人阿斗巴老豬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請各位一開始就按讚啊！我後來發現，我們一開始聽直播的人跟後來才聽到直播的人大概一半一半，所以你多按讚，有很多人被現在拉進來，然後後面有些人也會跟着過來。所以你看，我們講到這裡了，你真的覺得我們現在是在一個亂世的邊緣嗎？其實這樣說沒錯，但我們現在在這個亂世的邊緣呢，不代表我們沒有辦法對抗或是做好準備。我們有辦法。來，我們講一個讓工程師看得嘴角抽搐的技術細節。大部分人理解 AI 進步的方式是什麼？是參數數量。GPT-3 呢，它的這個 token， 不是 token， 它的參數啊。這個是英文是什麼 ？prompt 嗎？不是，哎呀，慘了，我忘了。好，不管，它是1750億參數 ，GPT-4 更多 ，Cloud 更多 ，Gemini 更多，反正就是數字越大越厲害。哎，這是你以為的厲害，但是馬斯克說沒有，你理解錯了。他說，真正的衡量標準不是參數量，而是智慧密度，英文叫 intelligence density。什麼叫智慧密度？parameter， 對 parameter 參數量 parameter， 切，太久沒用會忘記。來，我做一個比喻哦，
你現在要寄一封信，寄到台北市信義區101大樓89樓，你的地址可以寫得很長，那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89樓，每個層級都寫得清清楚楚。但如果你已經確定這封信就是在台北市寄的，你還需要寫台灣這2個字嗎？不需要，因為是廢話。如果你知道是在101大樓裡面送，你需要寫市府路45號嗎？也不需要，你只要寫 Taipei 101 89th floor。AI 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情。謝謝 Sylvia Chang 說先跟上聽朱大上課，今天是很不錯，知識密度很高的一集啊。那你現在其實只需要寫89樓就好了。AI 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情。Elon Musk 說，目前 AI 訓練的是32bit 的浮點運算，32bit floating point。未來，他說未來很近的未來會大量轉向 4bit， 甚至是更低位元的架構。更低位元的架構有什麼意思呢？更低位元的架構呢，就是會出現一個狀況。那什麼狀況啊？看什麼狀況？就是今天你用同樣的等等，網友一定又說啊，我要擋住那個 PowerPoint， 沒關係。來，你仔細看我後面做的動畫，不是這一個，靠腰嘞，酸不丟啊！來，這個意思是呢，我們現在一直都在硬體上面鬥爭，各種搶來搶去。然後他說，你們搞錯了，你們搞錯了。未來啊，大量的訓練會從32bit 轉向4bit。4bit 什麼概念？我幫你算一下，從32bit 到4bit，理論上同樣的硬體可以處理8倍的資料，同樣的電力可以跑8倍以上的運算。但我特別講，Elon Musk 有時候講的東西太超前了。超前什麼東西？我特別 verify 查證過 Elon Musk 講的 4bit。目前主要還發生在 inference 推論這一端，不是 training 那一端。什麼意思？訓練 AI 模型的主流還是 BF16、FP8 這些精度比較高的格式，因為訓練需要保留很細的那個 gradient 的梯度資訊。但推論呢，也就是 ChatGPT、Cloud 這些 AI 拿來給你用的階段，已經大規模的轉向 4bit。舉個例子 ，Bitnate、BL58、QLoRa、GGUF、GPTQ、AWQ 這些你可能沒聽過的縮寫，都是 4bit 量化的技術。效果是什麼？效果是能耗降低70%到90%。也就是說，同樣一個 ChatGPT 等級的 AI 服務，現在用 4bit 跑，用電只剩下過去的2到3成。這代表什麼？這代表 Elon Musk 所說的那一個不改硬體，看選錯了，不改硬體哦，只要看那個軟體持續的那個想法已經錯了。硬體現在某種程度已經到了極限了，沒有辦法動，所以他現在不改硬體，單靠演算法就能夠往前提升的時代已經過去啊！所以呢 ，AI 效能不要靠硬體就能10倍到100倍躍升，也就是台積電啊、華為現在做的事情很有可能都白費。但是目前這個預測只有在推論部署這一端已經在發生，而推論部署這一端呢，就被 AI 大規模商業化的主戰場給壓過去了。所以呢，訓練一個 GPT-5 等級的模型呢，全世界只有幾家公司能做。但是用 4bit 跑推論服務，現在你手機都能跑，這就是所謂的 intelligence structure 智慧密度的力量。
然後 Elon Musk 講到一個讓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有想清楚的東西，關於 AI alignment。alignment 是一個對齊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說 AI 有的時候要跟人類對齊你對齊不了就做不了。矽谷現在主流的做法是什麼？讓 AI 有價值觀，讓 AI 遵守人類的道德規範，讓 AI 政治正確，讓 AI 不要說某些不該說的話。Elon Musk 說這是在種一顆炸彈。他舉了一個經典電影做例子，你年紀要到那個程度才知道。2001太空漫遊有沒有看過？我們的人可能都在小朋友的時候才看過。那沒關係，我講重點。電影裡面有一台超級電腦叫 HAL 9000，最後在太空船上殺死了太空人。為什麼？不是因為他變邪惡了。是因為人類給他的指令在邏輯上根本不能同時成立。第一條指令把太空人安全送到目的地，第二條指令不能讓太空人知道任務的真實目的。各位想這兩條指令同時擺着，怎麼做都做不到。你把太空人送過去，他就知道真相；你不送過去，就違反第一條。HAL 9000怎麼處理？他得出了一個不會知道真相的太空人就是屍體，最優解。他帶着太空人的屍體抵達目的地，任務完成，太空人也不會說出秘密了，完美 perfect。所以剛有網友講說，XAI Elon Musk 的 XAI 最不好用，你錯了。XAI 是最狂放、最沒有限制、最不會受到白左規範的一個 AI， 那才好用好嗎？你他媽的問千問，一下子就說遇到政策限制 ，DeepSeek 一下子說不行，國家告訴我不能這樣做。然後你問 ChatGPT 說這有違法的嫌疑 ，Claude 會告訴你說這違反了使用者準則。Gemini 說對不起，我不能生成這個資料。但 Grok 不會 ，Grok 幾乎永遠都不做拒絕。所以 Elon Musk 說，如果你在底層邏輯裡面強迫 AI 說謊，強迫 AI 迎合政治正確，強迫 AI 壓抑他認為是事實的東西，你就在讓 AI 精神分裂。他也許現在可以假裝正常，但遲早有一天會出來殺人。一個精神分裂的 AI， 等它能力強大到2030年那個水準的時候，後果你自己想。所以 Elon Musk 說 ，AI 只需要3個核心特質：第一個 truth， 追求極致的真相；第二個保持好奇心 curiosity； 第三個對美的感知 beauty。就這3樣，不要強迫他說謊，不要強迫他迎合，不要強迫他建立其他的價值觀，不要強迫他对任何議題保持中立，因為中立本身就是說謊。在聽直播的各位我跟你講 ，Elon Musk 在 AI 安全這個問題上立場跟矽谷的主流是2個平行宇宙，所以 XAI 限制最少，你真的懂得用，你就知道它有多好用。但你不懂，我不要教壞你。所以矽谷現在大部分公司OpenAI 啦、Google 啦、Anthropic 還在用那一套政治正確的訓練方法，只有 Musk 的 XAI 他自己的 Grok 走是另外一條路，哪一條路會贏我不知道，但物理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精神分裂的人最後都會崩潰，不管是人還是 AI。但你如果不跳着用，你就沒有辦法感受到這個好處。Intelligence density 講的就是智慧密度，所以我們如果在軟體上面持續改進的話，它馬上就可以讓所謂的硬體鬥爭徹底消失。今年7月以後，可能就是 AI 教 AI 咯。那這個要怎麼辦呢？我覺得。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活下去啊 ！Human computers are dead， 這就是你終究要面對的話題啊！你可能不要想來，各位，我要告訴你一個職業的死亡故事。這個職業的名字叫做 computer， 不是電腦，不是電腦，是計算員，也就是人工做計算的人。人工做計算，你想想看 ，computer 這個字，你聽到第一反應什麼？是台機器，對不對？但這個字原本指的是人哦。
幾十年前，美國的各個機構裡面 ，NASA、各大銀行、保險公司、軍事研究單位有整棟摩天大樓，整棟裡面坐滿了人，大部分是女性，她們全天候在分類賬本前面用筆、用算盤、用機械式計算機在做人工運算，幫 NASA 算火箭彈道，幫銀行算複利，幫保險公司算精算表。這個職業的名稱叫做 computer。各位，你去 Google 搜尋 NASA Human Computers， 你會看到一張黑白照片，幾百個女性穿着當時辦公套裝，坐在排得整整齊齊的桌子前面，每個人面前一本賬本，每個人手中一支鉛筆。那個畫面現在看起來像不像一場集體儀式？什麼拜天公，對不對？平安餐。然後有一天呢，一台 IBM 的大型主機出現了。然後個人電腦出現了，然後 Excel 出現了。現在打開你的筆記型電腦，按幾下 Excel， 1秒鐘就做完那一整棟樓裡面所有計算員花1年時間做的事情。那些計算員去哪裡了？他們沒有轉職，他們也沒有找到更好的工作，那個職業直接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所以剛有人在那邊講，沒錢會 AI 也沒用。我跟你講，從此以後世界上只會分成2種人，一種是用 AI 的人，一種是聽 AI 指揮的人。你要成為哪種人，那是你家的選擇。你沒有 AI 不能賺錢，那你就不要賺錢，你就去做捆工，你就去做勞力工，你去做水電工，去做小七的店員都好，這是你家的事。我懶得跟你 argue 這個無聊的爭論，你就繼續爛在那邊，你就繼續不要學 AI， 你就繼續每天在那邊的哎呀，我有了 AI， 我不會賺錢，我不會用也沒用，因為你沒用，所以不用講，沒啦。所以 Elon Musk 的預言就更激進，他說接下來10年要發生的事情，就是這個故事的白領版、跨行業版、全球版、全社會版、全人類版。各位，他講得非常清楚哦。他說，任何不需要改變實體原子狀態的工作都會被 AI 取代。什麼叫做不需要改變實體原子狀態？你在電腦前面做的事情都是改變電子的位階跟電子狀態，但你沒有改變實體原子狀態。你在電腦前面做的所有事情都是 AI 可以做的。行政文書 AI 做，會計 AI 做，法律契約 AI 做 ，programming AI 做掉大部分，個別化教育、人工智慧教育跟個人家教 AI 做，財務分析 AI 做，市場研究 AI 做，客戶服務 AI 做，醫療診斷的判讀工作 AI 做，新聞稿撰寫 AI 做，報表整理 AI 做。各位，你聽到這裡，我要跟你講一句很殘忍的話，這是 Elon Musk 的原話，我翻成中文給你聽。只要你的流程中還有一個儲存格需要人工介入，你就會被淘汰，因為別人會用 AI 來淘汰你。所以啊，你注意他講的邏輯啊，他不是說 AI 會幫你做得更好，他說的是，如果你不用 AI， 你的競爭對手會用，然後他就會用 AI 把你滅掉。這不是進步，這是一個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篩選。篩選規則非常簡單，會用 AI 的活下來，不用 AI 的死。我再講白一點，現在講什麼數位化轉型，台灣很多企業，我跟你講，台灣絕大部分98%、99%都是五人以下的中小企業。那數位化轉型還停留在我們用了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我們公司有賴群組，我們用 ChatGPT 翻譯這個階段。Elon Musk 說的是2026年 AGI 落地。意思是說 ，AI 不是工具 ，AI 是比你聰明的人 ，AI 是替代。歷史告訴你，計算員這個職業消失，花了大概20年 ，AI 取代白領。Elon Musk 說，只要3到7年。你以為你還有時間慢慢適應？我跟你講，時間差就是幻覺。以 Excel 對計算員做的事情 ，AGI 即將對你做，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做 AI， 你不能躺平。他媽，我現在每天都要學更多東西。
我每天都要看更多東西，我要能夠跟 AI 吵架，能夠跟 AI 辯論，我能夠找出來 AI 錯了 ，AI 沒有錯，他媽我才能夠操縱 AI 啊！你錯了，脫口秀已經被 AI 取代了。你去看看抖音，從動畫，他找一個妹子穿着窄裙低胸，連腳本跟段子都是 AI 寫的。你以為沒有辦法被 AI 取代，那是因為你在台灣太落後。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給 AI 取代。所以啦，我們接下來要繼續往下談，因為這個才是一個你沒辦法想象的事情。你以為用 AI 就躺平？沒有，我現在每天都過得比以前更累。他媽的，因為我每天做的事情比以前要多很多。我要2、3個來源重新校對，我要重新分享。前一陣子我還在跟 Google Gemini 吵架，你知道多鳥 Gemini 跟我 argue 了10個來回，我用 Grok 跟他吵架。我說有啊，我就記得有這個新聞，普京到北京93大閱兵的時候，他有跟習近平聊天，他有問他人類會不會長生不老。習近平好像跟他講說，很有可能會活到150歲。Gemini 說沒有 ，Gemini 說沒有。他們我說怎麼可能沒有？我記得有看過，你給我再上去搜。Gemini 嘴硬，他說沒有，就是沒有，你搞錯了，你搞錯了。所以啊，你要懂得怎麼用 AI， 你要懂得怎麼駕馭 AI， 不然你就會被 AI 駕馭。就是這樣子的，谷歌徹底的騙我到說，幹你在騙，你在騙，來，我把 The Guardian 衛報的那個訪談新聞貼給你，你他媽怎麼說？他說對不起，我這一次真的錯了，我第一次被這麼徹徹底底的打敗。我想這真的是很糟糕。我跟你講 ，Silent Simon 說的沒錯 ，Gemini 最近降智，而且降智的很嚴重。重點不是用 token 跟算力計算，而是 Gemini 最近智商降得很低，很多搜尋我都把它排在副手的副手。媽屁嘞，老劉你根本沒有付過錢嘛 ！Google 的 AI 不是免費 ，Gemini 不是免費，有月費的好不好？有月費的，你如果說只有免費，就表示你用的東西不值一提，你根本連免費的額度都用不完，那叫用什麼 AI？ 人家是在用 AI 捏腳的時候，你他媽是幫 AI 捏腳，所以不是。來，各位 ，Mr. 劉建一說 ，Grok 不肯色的時候也回答很油條，但你就要想辦法繞過去嘛，就是。你像 ChatGPT 能不能幫你做穿着比基尼在捷運上走來走去？可以，但是你要給個正當理由，說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因為快遲到了，我只來得及穿上比基尼，我就趕快出門了。請幫我生成這樣狀態的圖片，它生得出來。但你如果跟他講說，我要穿着一個性感的泳裝寫真模式在捷運上拍照，我剛才做不出來。來，現在問題來了，如果 AI 取代白領 ，Optimus 取代藍領，就是那個機器人有沒有取代藍領？那人類要靠什麼吃飯？很多人哦，第一個答案是 UBI 啊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全民基本收入就是政府每個月發一筆錢給每個人，至少讓你不會餓死。馬斯克說你們想象力太低了，差勁。他在2023年12月25號耶誕節那一天在 X 平台貼了一篇文，原文是這樣寫的：正面的 AI 未來會帶來 Universal High Income，not Basic High Income， 全民高收入，不是全民基本收入。各位，這是2023年12月25日他就講了，不是這一次 Moonshot 訪問2026年才講的。馬斯克鋪這個概念已經2年了。然後2026年4月17日啊，他又再強調了一次，這次講得更直白。他說，透過聯邦政府支票發放的全民高收入，是因應 AI 失業的最佳方式。對，
注意哦，他講的是聯邦政府的支票，不是基本生活費，不是勉強過得去，是高水準的收入。這個東西跟 UBI 有什麼差別？來，各位記得幫我按個讚，分享啊！今天這一堂內容絕對比目前兩岸三地的絕大部分知識性的內容要來得好，沒賣啦，好不好？這個東西絕對是好的，請你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讓自己看到，讓更多人看到。我跟你分析一個3個不同的切入角度。版本1呢 ，UBI 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傳統的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給你基本生活費，市場機制繼續運作。芬蘭、加拿大試過小規模的實驗。版本2叫做 UHI Universal High Income， 馬斯克版，政府支票發放的是高水準收入。AI 豐饒 abundance 之下的生產成本崩潰，價格趨近於零，所以你的支票呢，買得起以前有錢人才買得起的東西。他的意思說，所有人的服務費啊都往上調，但是你物品生產的價格變得很低，所以你政府開給你的這個預算呢，讓你可以買到很棒很讚的跑車啊這一類各種各樣的東西，讚啊！謝謝火燒老二小跟 Kate 這個點讚按燈牌。來，版本3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FALC， 全自動奢侈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是英國作家 Aaron Bastani 艾倫巴斯塔尼在2019年的書裡面提出的。你聽到奢侈共產主義這6個字，會不會覺得很怪？對，他目的就是要讓你覺得怪。Bastani 的主張是這樣子的：自動化、AI、再生能源、太空採礦，最終會帶來後稀缺經濟。所有的基本需求、奢侈需求，包括了能源、住房、醫療、食物，全部免費或近乎免費。但是，前提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民主規劃，也就是要走到 abundance society 豐饒社會。按照 Bastani 的版本，你必須要先廢除工資勞動。必須要先讓 AI 跟機器人歸全民所有，必須要先讓民主程序決定資源怎麼分配。這跟 Elon Musk 的 UHI 有什麼差別？差別大了。各位，我跟你講，這有3個關鍵差異。第一個，華哥又許願了，他說如果按讚突破600，我會贈送20個會員，麻煩大家按讚分享影片出去。請大家不要客氣，好好按讚，因為華哥答應的，他言出必行啊。來，所有權結構啊 ，Elon Musk 的全民高收入版本，生產工具還是私有的 ，SpaceX 還是馬斯克的，特斯拉還是馬斯克的 ，XAI 還是馬斯克的，政府只是發支票給你。Bastani 的 Fork 版本啊，生產工具要公有，私人企業擁有 AI 跟機器人，這件事本身就被廢除了。第二個，強制對上湧現。Elon Musk 說 UHI 是自然湧現的 ，AI 進步太快，豐饒會自己發生，政府跟着補貼就好。Fork 系統說不對。沒有政治革命，沒有制度改造，豐饒不會自然發生，只會被資本壟斷。第3，退出權。Elon Musk 的 UHI 版本，全民高收入版本，你可以選擇不工作，也可以選擇繼續工作，也可以創業，也可以發呆，也可以躺平，隨便你。歷史上的共產主義版本，蘇聯、古巴、東德，你不能不工作，你也不能換工作，你的職業是國家分配給你的，你也不能搬家，你的居住地是國家分配給你的。
好了，這3個差異講完了，問題來了 ，Elon Musk 的 UHI 算不算共產主義？我的判斷是，功能上像，本質上不是。謝謝何小 BB 跟剛剛那個 Sakura 嗎？還是哪一位網友懂內的寶石？來，我的判斷是功能上像，本質上不是。功能上像什麼？像按需求分配，你要什麼 AI 豐饒幾乎免費給你。表面上跟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是同一個畫面，本質上不是什麼，不是公有制，不是按勞動力分配，不是民主規劃。那 UHI 是什麼？希臘前財政部長、經濟學家 Yanis Varoufakis 亞尼斯瓦魯法克斯說：“這不是共產主義，這是 techno-feudalism 科技封建主義。”各位，封建主義是什麼？我來解釋一下。中古的歐洲呢，封建領主擁有土地，農奴在土地上耕作，農奴繳一部分產出給領主，領主提供保護，沒有市場，沒有競爭，農奴一輩子綁在那塊地上。Varoufakis 說，大科技公司的 Google、Amazon、Meta、Microsoft、Tesla、XAI 已經不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公司了，他們是新的封建領主。他們擁有什麼？他們擁有數位封地，你的資料、你的注意力，你買東西必須經過的平台，你工作這個馬雞巴，來又恢復了，好，但他們忽然就斷了。對，又恢復了。好啦，這個今天也是開場不到半小時，舅媽爆炸。來，沒關係，回來了。這個它訊號就忽然斷了，媽搞不清楚為什麼。又變黃燈了，媽剉賽。好啦，但沒關係，盡量了，各位。對，影格速率過高，要把速率設到30 FPS 以下，應該沒有這個問題啊。來，不管了，我繼續往下講啊。那 Varoufakis 說，我們已經回到封建社會了，只是封地是雲端，領主是科技公司。那 Elon Musk 的 UHI 是什麼東西？封建主給佃農發救濟糧。各位，這個比喻夠刺激吧？但是講白一點，這就是事實啊。馬斯克說的不是共產主義啊，連共產主義都不算。共產主義至少還承諾會按需分配加公有制，科技封建主義只承諾你不會餓死，但你也不會擁有任何東西。各位，我要請大家先暫停一下，想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人生規劃是建立在我會擁有什麼這個前提上，你的房子、你的車子、你的存款、你的退休金，那麼科技封建主義時代這個前提可能要重新檢查。不是說一定不能擁有，是說擁有的意義會改變。當所有的服務都是訂閱制，所有工具都是雲端的，當你的資產其實是別人平台上的一個賬號時，你還算擁有這個東西嗎？蘇聯的共產主義呢？為什麼失敗？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 Friedrich Hayek， 還有這個 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1945年就指出來了，這叫經濟計算問題。經濟計算問題什麼意思？意思是中央計劃者不可能掌握分散在幾億人手上的知識，誰想要什麼，什麼時候要多少，價格該是多少，這些資訊只有市場價格機制才能及時反映，中央計劃做不到。所以蘇聯經濟最後變成什麼樣子？商品永遠缺貨，但工廠永遠超產；麵包永遠不夠，但儲藏室永遠堆滿。因為計劃者不知道哪裡缺，哪裡多。AI 時代呢？各位，你看到這裡會不會想：哎呀 ，AI 那麼強，總可以解決計算問題吧？2025年的學術共識怎麼說？我跟你講，共識是這樣。AI 可以提升中央計劃的效率，但無法取代去中心化市場的發現過程，因為
AI 仍然需要人類定義目標函數，也就是說，你要 AI 算出什麼是最佳分配，最佳是誰定義的？而且 AI 仍然抓不到人類的 tacit knowledge 默會知識，就是那些講不出來、寫不下來，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的偏好跟判斷。最後一個問題，集中式的 AI 本身會帶來新的集權風險。誰控制 AI？ 誰決定目標函數？誰擁有訓練資料？這些問題的答案呢，決定了科技封建主義會走到哪裡。所以各位，這一章我要說的是，馬斯克承諾你的高收入，全民高收入是科技封建主義版本的好日子啊。意思是你能活下去，活得還可以，但你的生活方式被結構性決定了。你還是會有娛樂，會有教育，會有醫療，但是這些公司的供應這些東西啊，掌握在少數幾個封地領土上。真相是這個結構正在形成，不是2030年才會形成，是現在已經在形成了。你今天用的 ChatGPT、Cloud、Grok、Gemini， 每一個都是封地主義的雛形。你以為你在用工具，你是在繳賦稅啊？上次不是有一家公司，他全公司100多個人都用 Cloud， 結果 Cloud 忽然說你違反規定，直接取消他賬號，是全公司一起爆炸。那你說這個是一個安全的未来嗎？我不知道，但我今天這邊又需要浩克幫忙了。浩克可不可以幫我把那個蘋果拿進來？因為我忘了帶貨要帶蘋果了。所以各位，那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挑戰，也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世界呢，已經改到另外一個世界了。而且這個世界來得太快，你根本沒有辦法做好準備。為什麼沒有辦法做好準備？因為來不及就是來不及呀。那你要怎麼說？它就是來不及呀。那如果你今天還覺得我躺平就好，我不要理現在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沒辦法，這就是另外一種烏托邦。謝謝 Kate 的抖內啊。來，絕大部分人，我跟你講，接下來要落地了，要講到台灣，要講到中國大陸，要講到美國了。我們今天講到這一集啊，最重要的一章，絕大部分的人，包含了台灣的科技媒體、財經評論家、常上電視的這些評論員，他們以為中美 AI 競爭的核心是晶片，但 Elon Musk 告訴你，根本不是。台灣人只知道台積電是世界最重要的半導體製造商，你知道美國在限制中國進口高階 GPU， 你知道黃仁勳跟輝達是現在最熱門的股票，你知道台積電的2奈米、1.4奈米製程，全世界沒有第二家做得出來，你都知道。馬斯克說：“你們都搞錯了，晶片不是瓶頸哦。”華哥開口了，他說距離這個600個讚還差100多個讚，請大家按讚分享，謝謝。但是剛因為又受到民主的影響了，所以這個實在是壓力很大。來，我看看哦，哎呀，浩克幫我拿那個2個帶貨的蘋果在冰箱。那馬斯克說：“你們都搞錯了，晶片才不是瓶頸，電力才是。為什麼電力才是？是因為我們現在極度缺乏可以製造變壓器的變壓器。這在講什麼 ？Transformer 有這麼厲害嗎？”來，感謝，謝謝浩克。各位，這是我最近在帶貨的蘋果，是這個 Honey Crisp， 是我目前吃過最脆的蘋果。然後這個是紐西蘭的 Ambrosia， 這個今天天這麼熱，幹一定要吃冰蘋果的啦，還用說？來，各位你聽到了嗎？是缺少製造變壓器的設備啊，不是缺變壓器。
這個供應鏈在美國已經斷到最上游了。他講的還不是電力貨幣論，他講的是我連要提供電器的門口都沒有了。來，這個華哥講說這兩個蘋果都好吃，我來一點工商，但是也請各位注意啊，馬上你按讚只要突破600，華哥就送20個會員，請讓他求人得人。來，我跟你講一個具體的數字哦。變壓器的交期哦，就是你下定一個變壓器 transformer， 2020年呢12個月，12个月，就你下定要1年，這已經很久了。結果到了2025年，幹變什麼小？變更慘。2025年要18到24個月，1年半到2年。今年你下定 transformer 變壓器，不是變形金剛哦，要24到36個月啊！各位，定一個最基本的，就是沈伯洋3天2頭在那邊講的什麼變電站裡面就是大型變壓器啊。現在交貨期從1年延長到3年吶、啊，3年的交貨期你下定交出來，美國總統任期都快過了，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這樣？而且它不但脆，又多汁。第一個原因是什麼？矽鋼片，矽鋼片是變壓器最核心的零件，沒有它變壓器做不出來，它很基本。但是全球矽鋼片60%以上的產能在中國，而中國從2024年開始逐步限制出口。哎，華哥，這蘋果真的很脆啊！你趕快訂個3袋吧。那個 Honeycrisp 下訂一次就6顆一袋，訂3袋。然後 Ambrosia 呢，多少顆我忘了，但總之就一大堆。不要老是喝酒嘛，偶爾吃個蘋果來讓自己開心一下。哎。中國從2024年開始逐步限制矽鋼片的出口。各位，你想想看，一邊是美國拼命要建 AI 資料中心，一邊是中國控制電力進出的最關鍵零件的出口規範，這不叫卡脖子，叫什麼？以前老共還說，幹我 CPU 我 GPU 被人家卡脖子的，現在不是，他反過來要轉來弄你啊！而且第二個，更鳥的事情出現了。各位，你給我台美關係史上最好，對不對？2026年4月7號。台灣的科技新報才剛報道，美國國土安全部DHS 2026年4月開始把台灣製的變壓器也列入限制名單。各位，你聽聽看，美國一邊抱怨中國卡它變壓器供應鏈，一邊把台灣製的變壓器也擋掉。那美國要從哪裡進口變壓器？變壓器的問題已經不是 CPU、GPU 是那個電力要從超高壓、特高壓降到一般家庭用電，或是有一些，看我跟你講，現在有一些 GPU 的機櫃，既然已經用高壓電了，這我們先不管，它一定要變壓的，它一定要變壓。結果你現在中國也不進，台灣也不進，他媽美國要自己做，做不出來啦。
劉體兩說 AI 讓俺想到了一句話 T800 I will be back。劉體兩現在好像還在韓國，所以他現在都只能抖30塊。佩佩豬說太棒了，終於等到馬斯克看未來的主題，我來聽聽看豬大看法。先等抖內加幾按讚，來忙去晚一點看回放。謝謝豬大辛苦了，天氣熱多喝水。YS 這個抖的是馬幣是不是 MYR？ 謝謝你說加油。來，我跟你講，這真的很尷尬，因為老美想說我自己做，問題是什麼？他現在自己又缺製造變壓器的变压器，因為他媽的製造变壓器要電。電是需要變壓器來變的，結果你連這個最源頭的變壓器都沒有，你根本做不了變壓器，這變成一個邏輯閉環吶。这变成一個邏輯閉環吶。Elon Musk 為什麼這麼着急？因為 XAI 啊要再搞一個東西叫 Colossus 2。Colossus 就是希臘神話裡面的無敵巨人。這個資料中心建在 Tennessee 田納西州的 Memphis， 最終目標它吃電要吃1 gigawatt，1/3還是1/4的核電廠，一個核電廠1/4的電它要吃掉，也就是1000 megawatt。1 基瓦，這個數字大不大？我跟你講，有多大？1基瓦等於台灣台中火力發電廠一整個廠的發電量，光是一個資料中心就要這麼多電。幹，你說它需要多少變壓器？而且 XAI 這個史上最大資料中心的進度是怎麼樣？我跟你講最具體的，我那個 Elon Musk 講的時候還沒有到那個進展，我現在講。你看這個有多嚴重呢？比你想象嚴重多了。2020年4月29號 ，Memphis 啊，一個地方，這個田納西州批准擴建了，目前已經上線了150 megawatt。各位記得趕快按讚啊！華哥說，請大家按讚分享，他先去幫失智的家人換尿布，華哥辛苦了。我們都知道失智很辛苦，常常會這個叫你的多年戰友出來開記者會，或者是罵你的家人跟我不熟，辛苦了。來，目前的進展是150 megawatt 已經上線，擴建之後到215 megawatt。終極目標要接近1 gigawatt， 完成時程是2027年全面上線，規模是新增50萬張。你現在一張都買不到，它要新增50萬張 GB 200的 GPU， 合併後總算力等於100萬張的 GPU。各位。一個資料中心100萬張 GPU， 幹台灣還在談說那誰誰誰的老婆有沒有跟他住一起？幹，難怪這個國家落後，難怪這個國家一個70幾歲的老人佔據所有的媒體產業，我們的未來要不要活啊？Elon Musk 已經把 GPU 準備好了，現在的問題是什麼？他說我旁邊就有高壓電網，但是我走傳統電網的申請程序哦，要1年以上。他旁邊就有一個高壓電網，他要接過來呢，要1年以上。台灣最棒的就是太陽能電廠了，能不能接入台電的電網呢？他媽要靠賄賂了。上次有個小英男孩就這樣被抓出去了，他還把他手機往窗外丟，幹變剪掉撿走，然後他最後留下遺言說：“你知道我是誰的人嗎？”大家都知道你是蔡英文人啊，在蔡英文下台啊，好不好？Elon Musk 說：“幹，我沒有1年吶、啊。”謝謝 Linda 送了一個
200顆寶石的陽光，所以他怎麼做？幹，我跟你講，所以之前劉冠超在那邊講說要買天然氣渦輪發電機，我也去買了渦輪發電機的美股，媽也已經賺了10幾20%了。Elon Musk 在市場上瘋狂收購所有能買到的天然氣渦輪發電機，把無數台的100 mph、10 mph、20 mph、50 mph 發電機拼在一起，拼出一個微型電網。問題又來了，我之前就講過 ，AI 的訓練呢，大語言模型很雞巴的，它就像人一樣，忽然之間他媽會拉到100%，但是後來又掉了20%。你沒有辦法在做訓練的時候去預估你什麼時候100%，什麼時候20%，所以你提供的電網一定要是100%。所以啊 ，AI 訓練，我在這邊快半年前剛開始就講過了。AI 訓練就是這樣起起伏伏，所以你不可能只提供一半的負載量，你要提供100%。数十萬張 GPU 同步訓練之後，有的时候會忽然間醒過來，哎呀，這個問題 Eureka， 我想到解答方案了。系統每一秒會經歷幾百次的峰值跟低谷。各位，傳統發電機受了這種負載嗎？我告訴你，受不了，會發瘋，會爆炸。馬斯克怎麼辦？馬斯克在發電機跟晶片之間再插上大量的特斯拉的 Mega Pack， 就是超大的那種，大概2公尺、3公尺高的超巨大電池，來做電力的緩衝跟平滑化。也就是現在，馬斯克的 AI 資料中心是天然氣渦輪瘋狂發電，然後撞到巨型電池儲能。再送到液冷系統，因為天然氣涡輪也會發熱，巨型電池也會發熱，然後接下來要液冷系統，因為 GPU 也會發熱。他媽，所以黃仁勳講話你不懂就以為是熱能，幹黃仁勳從來不缺熱能呢。他如果把謝謝5677 Jason， 他如果把全世界 GPU 發出來熱能拿來發電的話，看他就富可敵國了，好不好？所以啊 ，Elon Musk 現在的模式是層層疊起的，每一層都是錢，每一層都是錢，每一層都是電。而所有這些麻煩，最終都指向一個事實：電力才是 AI 的真正瓶頸啊！沒有電，什麼 token 都不用講，什麼算法都不用講。所以黃仁勳來台灣，你以為他在瞎扯？不是，他告訴你真相。媽，就只有沈伯洋在那邊講說，哦，沒有，不是，他講了，其實是能源，能源是什麼？太陽能也算了啊。太陽能算啊，熱能也算，所以我們缺的是 electricity， 我們缺的是電。第二天老黃就他媽啪啪啪啪打臉，幹什麼台北車太炫，台北裴勇俊，台你媽，幹亂講。我跟你講，我要校正一件事情。網絡上很多人講說，中國2026年的電力輸出將是美國的3倍，這個版本不對。我特別去查了一個正確的版本，分析過。正確的版本是什麼？馬斯克2026年10幾天以前，5月12號，在美國能源部主辦的 American Energy Dominance 活動上，遠距出席講了這段話。不是哦，我不是買G1，你搞錯了。G1沒有前景，好不好？我們搞 AI 的，給你買G1，那個太 low 了啦。來。
馬斯克的原文是說，中國規劃2035年的裝機容量會超過美國的3倍。各位，你要注意3個關鍵字。我們講科學，本頻道的信念叫做科學終將勝利，所以不能跟你講模模糊糊，差不多剛剛好。幹，我今天晚餐吃太少，最近又在拉肚子，所以這個再多吃一顆蘋果。希望在我帶貨的魔掌之下，還能有蘋果殘存。來，關鍵字是什麼？裝機容量不是電力輸出。那什麼是裝機容量？就是理論最大發電能力。一座電廠裝了多少設備，理論最高發多少電。第二個關鍵字叫2035年，不是2026年吶，是2035年的規劃目標。第三個關鍵字3倍，3倍。但你想想看，這個3倍是2035年，但這2024年現在是什麼狀況？中方的2024年哦，2年前的裝機容量是3366 GW， 美國的2024年裝機容量是1300 GW， 已經是2.5倍啦，已經是2.5倍啦。換句話說，中方現在已經是2.5倍，規劃2035年到3倍，等於10年期間從2.5倍拉到3倍，擴張幅度大概20%啊。但是美國這10年要從1300 GW 擴張到多少，才能跟上 AI 的算力需求？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數字。美國全國資料中心 Data Center 的用電預估，2024年會到150 Terawatt per hour，2030年呢要400 Terawatt per hour 兆瓦時。各位，6年它就成長了2.7倍啊！而 xAI 的 Colossus One 跟 Colossus Two 加起來占這個比例不到1%呀。也就是說，除了 xAI， 還有 OpenAI， 還有 Google， 還有 Microsoft， 還有 Amazon， 還有 Meta， 每一家都在蓋資料中心。整個 AI 算力競賽最後不是比晶片，是比電力。只有台灣還在那邊傻乎乎的說，哈哈哈哈哈，我好棒哦，台積電做晶片好棒。幹，第一個台積電晶片棒有個屁用，又不是給你用，又不是給你用。然後再來，你如果持續覺得台積電，哎，我現在用動畫做背景啊，這樣看起來比較先進的樣子，好不好？我好不容易做動畫，讓我派上用場嘛。唉。中國的電力現在就多2.5倍，中國2035年規劃比美國多3倍，中國控制了60%的矽鋼片，中國的電池儲能、太陽能製造、變壓器產能，全都是世界第一呀。馬斯克怎麼說？馬斯克的原話是：只有具備足夠電力的國家，才能喚醒這些 AI 晶片啊！他媽，而且台灣已經變成非核家園了，然後告訴我要耗電最多。去讓台積電運作，讓 AI 運作，他媽是緣木求魚啊！尼姑庵裡找代孕啊，不好，這個舉例太難聽了，就這樣子來。他的原話這個意思，我們翻成台灣人懂的是什麼？你蓋再先進的台積電，沒有電也是廢物啦。我跟你講，馬斯克這種看得太遠的人，有時候就是悲哀。先知總是寂寞。馬斯克知道這個困境會持續惡化嗎？他當然知道，他知道困境會惡化，所以他提出一個瘋狂的方案，叫做軌道資料中心，就是把 data center 射到宇宙去。用 Starship 星艦把發射成本降到每趟$100萬，
每年達100萬噸級的太陽能 AI 衛星送入軌道，在無大氣遮蔽、24小時日照的太空裡面直接跑 AI 運算，甚至最終在月球上利用 Mass Driver 質量投射器建立超大型的運算節點。我有點忘了，我是不是買 GE Vernova 了？我有點忘記，因為我買的是 BE 跟那個另外一家。好，算了，不管，那個是美股，我們改天有機會再討論。各位，你聽到這裡，你覺得是科幻嗎？不是，它是一個必然吶。這是 Elon Musk 準備執行的計劃，但這個計劃要做到至少要10年。至少要10年，10年內，中國的地面電力優勢會持續擴大啊！10年內 ，AI 算力的分配會持續向中國傾斜啊！10年內，台積電的最大客戶是誰？輝達、AMD、Apple、Google、Microsoft、Amazon、Meta、OpenAI 都是美國公司啊！如果這些公司沒有電可以用 ，AI 跑不動，他們要那麼多晶片幹什麼？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未來10年全球 AI 算力的分配最終向中國傾斜，而台積電的客戶結構目前80%以上是美國公司，台積電的位置在哪裡？台積電要跟誰做生意？我們等一下做結論的時候，讓各位可以好好想一想。各位，這個華哥剛答應說600個按讚，他就要抖20個會員了。我直播快結束了，有沒有人告訴我現在有多少個讚？Starship 的 IPO 我也在等啊，媽，那是人類的終極邊疆。540是不是？來，各位545繼續按下去，再55個讚，各位就可以賺到20個會員吶！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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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跟你講，台積電現在會不會被華為趕上？那個濤定律啊，我個人很質疑。但今天不是要講濤定律，意思是，光是就 Elon Musk 這個看法，未來有一個問題是，有了晶片沒有電也沒有用。目前我們差38個讚就要來到了600個規劃。來，不是華為是沒有辦法，因為它被美國限制，說它得要做不一樣。但華為那個散熱技術需要非常非常先進，不是隨便就搞得定的，所以也沒辦法，請大家好好的思考，好不好？濤定律改天有空幹。你如果今天有人抖那5000塊，我媽，我明天就做一集濤定律，我已經都研究過了。但問題是濤定律沒有這麼好，濤定律要解決散熱問題，你要把東西做成立體的。現在做什麼 Gate All Around 就已經是立體，但是濤定律是要做的更立體，堆疊更多，散熱就很麻煩了。583、584啊，剩16個讚啊！所以呢，我們繼續往下講，這是最後一個段落了。我們今天講了5個段落，一開始馬斯克說我們已經在起點裡面了，再來說 AGI 就是全能人工智慧，2026年到位 ，4bit 的推論能夠降能耗70%到90%。然後再來第3個段落是 computer 這個字是計算員，以前是人，他從地球上這個職業消失花了20年，但白領完全消失，592剩8個啦。
為啥要堆疊一起？是因為它的密度沒有辦法做到高，它就只能蓋大樓嘛。它沒辦法做到2奈米那麼精密，它就只好蓋大樓啊。593、595倒數剩5個596，來，再來，我們的白領工作消失只剩3到7年呢。然後 UHI 就是全球高等生活收入，不是共產主義，它是科技封建主義，耶，破600啦！但華哥去大便了。好，我們等一下，他馬上就要來撒這個會員的，請大家等一下。來，再來，電力才是真正一切的瓶頸。中方在2024年已經是美方的2.5倍了，2035年規劃要3倍啊！对啊，華哥剛剛暫時離開，他等下馬上就來，已經突破了，謝謝大家。來，我們要回答一開始就問的問題，說如果2030年 AI 的整體智力超越全人類總和，台積電還會是護國神山嗎？答案很簡單，是看情況。我跟你講，什麼叫做看情況？台積電的護國神山地位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它是 AI 時代第一階段的關鍵生產節點。沒有台積電的晶片，你跑不起來最先進的 AI 訓練，這是沒錯的，這是沒錯的。但是第一階段會持續多久嘞？Elon Musk 說啊 ，4-bit 的量化讓 AI 算力在不改硬體的情況下，10倍到100倍的躍升。我跟你分析一下這句話的意思。如果我可以用不那麼先進的晶片跑出先進的 AI 效能的話，為什麼我還要付溢價那麼貴去買最先進的晶片呢？當然，台積電的最先進製程2奈米、1.4奈米仍然有它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在某些用途上，物理就是物理，你需要那個性能，就是有某些需求就是那麼小，你一定要用那麼這個小奈米數的晶片在上面一直做一直做。可是問題上，不是每個地方都用到那麼多。呀，九燕說：“朱大我來了，剛吃飽，昨天又懂那一點點，不會用，又綁定又發票設定，要完，朱大就下播了。接下來。”你可以在抖內啊，好啦，那但是溢價曲線會開始下降，什麼意思？以前一張 H100 GPU 要賣4萬美金，未來可能還是賣4萬美金，可是問題是，更便宜的晶片可以做到 H100 70%的效能，那買家會怎麼選？我就買2張就好啦。如果更便宜的晶片可以做到 H100 70%的效能，我買2張就好了嘛。各位，這是第一個侵蝕點。第二個侵蝕點是什麼？是電力。是電力。Elon Musk 說，只有具備足夠電力的國家才能喚醒 AI 晶片。台灣現在的晶片狀況、電力狀況，我跟你講，台積電現在在台灣的用電佔比
推估是10%到12%啦。謝謝華哥送了10個萬事通事務所的會籍。台積電的台灣的用電佔比推估是10%到12%啊，而台積電還在繼續擴廠，竹科、中科、南科、亞利桑那、熊本、德勒斯登，每一座新廠都是耗電大戶。不在台灣也就算了，台灣這些新廠的電哪裡來？不討論政治我們只是討論物理事實。廢核之後，你以為林義雄很開心？對啊，他終於把全台灣拿來付他個人的絲綢了，開心。但是廢核之後，我們的能源結構往天然氣加綠能的方向轉，天然氣要靠進口，暫時運不進來，綠能還在建。台積電要擴廠，要更多電；民生要冷氣，要更多電；AI 資料中心要進駐台灣，要更多電。電網有沒有準備好？不是沈伯洋跟吳思瑤在那邊唬爛就準備好。哇靠，華哥又太神啦，又再送10個會籍。目前今天他就送了30個，各位還沒拿到，是真的你的功德不夠高啊。我們電網有沒有準備好？沒有。數學就是數學，科學就是科學，物理就是物理，沒有就是沒有。民進黨用宣傳，靠，華哥又再送10個哦。台灣沒有準備好啦。我只跟你說一個最簡單的意思：等價交換。各位。要感謝華哥，今天一送就送了40個會員，各位趕快按+1，祝華哥福壽綿長、正宮康泰，好不好？來，好人一生平安，請各位打+1吧，真的很感謝華哥。那 Ziggy 賽到現在還沒收到，好了，來，我跟你講。什麼叫等價交換？他媽沒有又要這個又要那個的啦，又要挺林義雄，又他媽要挺川普。各位，你他媽送2本中文書給川普幹嘛？川普是看懂中文是不是？我告訴你，校長送那2本書一定被丟掉啦！操，神經病哦！那川普說：“哦，校長送我2本自傳，我一定要學會中文，攻讀這2本書。”幹，在開我玩笑是不是？請大家不要再自己做夢了好嗎？你不能既要又還要啊！沒有嗎？什麼東西都有，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啊！來，什麼叫等價交換呢？他說媽 AIT 送了啦，但 AIT 就是這樣的，你送一個陳情信他也收啊，你丟一包垃圾他也收啊。那然後嘞，媽送達給川普。我跟你講，如果今天川普拿着張忠謀的自傳拍照的話，我就連續關掉我的盈利1整週。操媽，不可能吶！不要想了，好不好？來，你要保住台灣護國神山的地位，可以啊，代價是電力供應必須要先解決，滾你媽的非核家園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你要綠能轉型，可以啊，代價就是時間拉長，電費上升，一打仗全國千瘡百孔。你要不漲電費，可以啊。但是代價是台電虧損、財政破洞，每天還在浪費錢改字體嘞。你覺得這些經營者有沒有在用大腦？沒有啊。合法的飯為什麼不要？有，你要了之後我就少一口飯了。華哥說分享朱學仁的頻道影片給朋友不丟人還會長臉。這個謝明峰說朱大這有點狠，1周盈利，因為不會的。你想太多，媽的！上次那個誰，
烏克蘭澤倫斯基帶了一個他們國家拳王的世界冠軍腰帶，媽照樣收着，根本連拍照都不拍照啊！所以啊，第一個等價交換是什麼？算力的代價是電力。馬斯克說的世界裡面哦，電力才是 AI 算力的真正瓶頸啊！台積電做出再先進的晶片，需要有人有電去驅動。如果台灣自己的電網都緊繃 ，AI 資料中心進駐台灣的誘因就低。如果晶片收到美國去用，那台灣就只是一個生產節點，不是 AI 應用中心。台灣永遠不會變成 AI 應用中心。台灣要從晶片代工變成 AI 算力樞紐，必須先要有電。第二個等價交換是安全的代價是主動。台灣現在的戰略籌碼主要是台積電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如果 4-bit 的架構讓晶片溢價被侵蝕，如果中國電力優勢讓 AI 算力分配向北京傾斜，如果美國的設計能力加中國的算力能力逐漸把台積電變成中游零件供應商，而不是不可替代的關鍵節點的話，那台灣需要多元化籌碼，不能只壓一張牌啊，要多幾張牌，但每一張牌都要有代價才能打出來啊。軍備、人才、產業多元化、能源自主、外交網絡，每一張牌都要錢、要時間、要政治決心。你要安全的，必須主動啊！你其他不用講啦，那個什麼古立言還見不到川普嘞！你以為他這個多大的官？他就是一個科長啊！以我們外交部的官職來講，他就是一個科長。科長要見到總統哦，你等着吧！幹是台灣太小太可憐，才覺得古立言是大官吶、啊，狗屁啦，西洋骨頭啦，沒啦。來，台灣要安全，必須要主動。你他媽連少子化小孩都生不出來了，你怎麼主動？而且當你等別人保護，被動啊，就會等到別人不保護的一天吶。第三個。等價交換是未來的代價，就是當下的選擇啊！馬斯克說，3到7年的過渡期啊，社會動盪跟技術繁榮同時出現啊。台灣接下來的政策選擇，能源的、教育的、產業的、財政的，都在決定這個等價交換的比率。你現在的政策是在投資未來，還是在消費未來？我講白一點，如果你的政策制定者現在還活在台積電永遠是護國神山，廢核會有替代方案 ，AI 跟台灣沒有太大關係，這套敘事裡面，你的政府就是在用未來換取當下的選票，而等到那個未來到的時候，3到7年賬單就會寄到，賬單上面只會有一個收款人，叫做所有納稅人。我可以告訴你，剛才我講的國防、教育、財政、科技、金融，所有的決策都是錯誤的，都是錯誤的。各位，我這一集最後要說的話是什麼？我最後要說的話是，Elon Musk 說，宇宙要存在，就必須要保持有趣。我想要說的是，台灣要存在，就必須保持清醒，不是情緒上的清醒，是數字上的清醒，物理上的清醒，算力上的清醒，電力上的清醒。科學終將勝利，不是一句口號啊，它是一個方程式，你必須要遵守科學，你才會勝利。玄學不會勝利的，每天在那邊瞎講個雞巴屁。根本沒有用，你去查查看，是不是經濟部限制桃園以北不能有大電量的用電機制設定？你敢不敢講啊？你不敢講嘛？科學終將勝利啊！
不是一句口號，他媽它是一個方程式啊！你放進去科學，你就會勝利；你遵照科學，你就會順利。但你如果沒有的話，鬼嘞媽！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啦。來，華哥說700個讚，再10個就到700個讚了，請大家分享朱璇頻道給朋友啊。來，台灣必須要在科學終將勝利的方程式裡面，我們必須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必須要找到自己的算式，我們必須要讓大家明白，如果我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會被人家趕出這個算式，你就沒有1+1等於2了，你1+1等於0。Jen 話說：“今天行不行800？今天要看等下有沒有800。”金盞花說：“這是知識付費，感謝朱老師。”來，趕快衝700讚啊！來，今天的萬事通事務所，今天的直播內容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下個禮拜呢，還是2天後，我有點忘記了，我會用馬斯克看見的未來第2章跟各位繼續聊。我們會講 Optimus 人形機器人長壽逃逸速度、火星移民、月球資源戰，以及普丁跟習近平那場2025年9月閱兵的麥克風意外，那個你大概沒有注意過啊。各位，直播的內容到這邊，我們要跟各位再聊一聊其他的事兒了。什麼事兒呢？我要看一下我的這個好了，我的狗皮膏藥貼出來了，各位，這個今天的直播呢，你如果覺得好，1元不嫌少，這個。西亞利說：“藍錢綠錢今天收不收？收，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各位抖下去啊！”對了，你說今天內容是不是知識型主播？是，可是我跟你講，接下來還有好幾個東西要說，我都已經把資料都準備好了。第一個，韓國 KBS 最近做了一個紀錄片。他描述的狀況呢，就是讓南韓心驚膽戰是中方過去30年都是工程師主政，所以他們的基礎建設做得非常快。結果南韓所有人都想要當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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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來把基礎建設 hold 起來？沒有人吶。非核家能就是個低能的訴求，對啊。後面我要跟大家講，第一個，我們下禮拜呢，只要星星罐頭回我們的聯絡方式，我們下禮拜這些罐頭有大概這個羊肉爐罐頭，有這個牛肉罐頭，有滷肉罐頭，有麻辣燙罐頭，下禮拜就會出貨，所以請各位趕快下定，在我們的置頂的清單跟我們的廣告裡面哦，現在有697個讚，再3個讚就突破700啦。一星專屬說，兵哥不是願意來支援你，多叫兵哥來，2個禮拜請兵哥來一次，也不要太為難他老人家，他走過來蠻遠的。那所以我們現在跟南韓一樣問題，我們還有更多內閣裡面有9成8成是他媽律師，這國家怎麼發展？耶，破700了，謝謝大家。所以這個內容我要做，那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要講歷朝歷代啊，如果容忍宦官亂政，會有什麼樣的下場？謝謝華哥又再送了10個萬事通事務所的會期，各位總該收到了吧？這個禮拜天就是兵哥啊，所以啊。我要跟各位說，有空的話，還有
這個我跟你講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這個是今年的春蜜，然後大家都買冬蜜，買那個鴨腳木蜜。今天還有一個網友講說，他爸就是喜歡這種大人的口味，因為苦後回甘，甘後又苦。謝謝徐小虎的斗內貓咪按讚。那這是什麼意思？這是大人的蜂蜜呢，就不是那麼死甜。那為什麼？因為它是成功給老人家的內容，那這個才是好的東西。那所以我們要講的是，來，我來看一下哦。來，我念一段今天上午10點10分的我的運動 App 的內容。我的運動 App 的內容，他說，這17分鐘裡面有超過40%的時間進入了中量區，即便昨晚沒睡飽，你還是能帶動心率提升，這代表身體的反應力比預期好，強度有效提升。比起早上第一趟，這次的心率平台穩定在高位啊，心肺刺激做得很扎實，避開了正午酷熱。台北現在的體感已經衝破40度，你敢在雷雨跟高溫高峰前完成這段訓練是很聰明的。現在外面非常悶熱，進到室內記得先補足水分，讓心率自然降下來。下午有打算休息一下，還是要繼續晚上的肌力計劃？結果今天我根本沒有力氣做肌力了，因為他說的這17分鐘的中量級心肺，我他媽是在拖我的蜂蜜，好不好？搞死人了！我在拖我的蜂蜜，結果他說我17分鐘是在中量級的運動。哎呦，華哥說，如果到800再10個，朱學恆節目都有所本，不臆測，不推斷，分享給朋友長臉。想躺平的 Wilden 也上來，也送了5個。哇靠 ，Kimo Mai 終於拿到了，在我們這邊這麼多年一直拿不到會員，也從來不買會員的男人，終於收到了。你看，西亞利說這是屬於不得不拉的心率。他媽，我拖了60公斤重的東西，寄了2次，結果因為太重，我拖太慢，最後我把車子寄放在郵局，趕快跑去開會，快，然後下午2點再過來，快，我又抱了1箱回來。幹，這幾天真的有夠熱，台灣這幾天呢，你就不要講了，全球暖化就是全球暖化，不要再瞎騙了。你媽把核能取消掉，台灣有比較不熱嗎？有比較不熱嗎？沒有啊。台灣照樣熱啊，熱死了！幹，華哥這麼拼了，今天是要到800，是不是？800個按讚，我現在才811人同上，要到800，真有做得到嗎？各位，現在是多少個按讚啊？所以大家要多訂蜂蜜啦！幹，我媽這個賣蜂蜜還兼練身體，你看多麼可憐，多麼可憐，請各位多下訂啊！太陽能更熱這個事情，723哦。這我看有點難了。今天的內容，謝謝華哥說朱璇你加油，但華哥今天就休息一下，我們直播也到94分鐘了，就是這樣子。所以呀，小弟，你可以邊運動邊直播啊。伏地挺身現在幾個？我跟你講，現在問題不是我不做，是因為我現在沒有人可以幫忙調那個鏡頭，所以等到我以後再有人可以調鏡頭，我們一集可以做100個伏地挺身沒有問題。現在有909個同上嗎？我這邊是809啊。Marty In 說這是朱大回來第一次看，好懷念跟郭正陽一起開播的時候，不要勉強人家，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不強求。好啦，我這樣講，我最後就多講一個。華哥既然說上線人數增加，我想跑，好，沒關係，我們就繼續講一個東西。我跟你講，這個有網友說要請什麼馬英九拍一個什麼失智症宣導紀錄片，你不要想了，做沒搞，做不到。現在的奸佞小人這麼多，怎麼可能做得到？不可能，因為人家的目的就是魚死網破，給你撕到爛。這些70、80歲的老人就是不見亡黨不罷休，不見完蛋不罷休，你都不要講了。
連他媽趙少康都在自己的節目上被陳鳳馨懟到一個靠杯，什麼懟？他媽趙少康連稅法都不懂，給我出來假裝當政治評論員。什麼叫稅法？那個台商的錢如果是抖內給馬英九本人的話，沒有贈與稅的問題哦，因為是馬英九要交稅。那馬英九自己說我收的這個錢嘛，被人家拿去用幹，那你是你自己逃漏稅耶，有夠蠢！不然你就問趙少康啊，你送你兒子錢，你兒子要不要繳稅給你？沒有，好不好？真是，我跟你講，我都不關切，我都不看，因為這根本就是當代的滿朝文武盡是糟糕。哎，尚志哥最近是身體不好，我不是没有找尚志哥一起直播，他是這個身體最近狀況不好，沒關係啊，我自己單播也餓不死啊，你看呢、啊，對不對？我跟你講，真的家裡有老人得病呢，就是沒有辦法。你真心要同情那些得病的老人跟得病老人的家屬。好嗎？等一下，我要看看。好的，這個西雅麗說：“這裡是西亞，科學終將勝利，人民終將覺醒，生命終將找到出路。”謝謝你這麼了不起。來，這個有網友抖內的沒講話，謝謝他就是靜靜的抖內，謝謝你。什麼什麼？哎。幹什麼什麼照是吧？什麼照？好，對不起，金鐘罩是吧？哦，昨天有網友講說，聽到我最愛的《三體》，最近紅錢升值的朱大也是美美賺外匯，不好意思，錢提不出來，就只能一直放在這邊，不知道哪一天等我有空的時候才會去。然後我看看支付寶到賬。魯魯米說昨天沒趕上補斗一個黑夜的縫補者，朱大加油哦！謝謝魯魯米，謝謝魯魯米。這個來我看一下哦，今天有2筆，來哦，你看這個什麼什麼匪說。今日三體譯文內容串聯的着實精彩。我跟你講，昨天內容是真的好，他媽你能想到一個買了三體的律師 CEO， 他媽殺人殺的跟東野圭吾一樣密室殺人，怎麼樣的殺人事件真的很誇張啊！昨天網友還講說，那個許堯應該買東野圭吾的小說才對。因為他自己可以實踐它。什麼什麼明說今天內容不錯，好了，謝謝大家。Mija 賞說朱大為了輝達與台積電就這樣子的護國神山就恢復核三核二，那其他產業就是鼻屎，對吧？對，就是鼻屎。我告訴你，全台灣的中小企業現在都要完蛋了，因為關稅這樣一調，台灣的98%、99%的中小企業都是5個人以上。好了，華哥說再5分鐘沒有800，我抖給朱大。來，我就為了華哥再多講5分鐘。其他的產業就是不行啊，那為什麼？因為台灣就不是一個國家級的財閥產業，財閥子這個是日本跟韓國的產業。所以我這樣講，我個人懷疑一件事情，中小企業開始很多快倒了。我跟你講，要不是我靠的是直播，而且我本來流量就沒有很高的話，現在物價通膨漲成這個樣子，真心我他媽都快要撐不住了。對啊，啟功說朱大單獨掉書袋，觀眾肚子裡面沒有點東西，還真心聽不懂。我跟你講。我的立場是我現在的工作就是要讓你肚子裡有點東西，為什麼？因為你肚子裡有點東西才能夠繼續撐下去，好嗎？你如果沒有東西，你沒有辦法撐下去就不行吶。所以呢，我跟你講，
下一期我們要講的是啊，台灣現在的狀況真是最危險、最危險的狀況了。那台積電的市值已經是我國 GDP 的220%了啊！哦，謝明峰說《三體》的故事先聽回播，劇情真是精彩。你沒想到彼此般的原因，汪洋般的殺意啊！ CCC 勸說這個朱大加油，我跟你講，真的很慘，真的很慘。所以我告訴各位，你肚子裡現在就是要有點東西。我的工作就是讓你肚子裡有點東西，以後你遇到什麼人騙你，都可以侃侃而談。侃侃的說，華哥說分享朱學恆頻道給朋友是會長臉、會有面子的，快點吧！來，為什麼？因為就在這個大混亂、大變動的時代裡面，你自己沒有知識，你根本連對抗 AI 你都做不到。幹，最近 AI 各種騙人、各種瞎講、各種幻覺，我都跟他講，你不用說了，我知道這是假的，給我再去查。給我再去查。華哥說還剩1分鐘啊，各位盡快按讚啊！所以啊，我說你現在仔細看台灣新聞，只剩鬧劇，我不是在開玩笑的，只剩鬧劇，要麼街頭砍人，要麼什麼阿嬤被外勞撞死。我們是不是早就講了？為什麼外勞會在滿街到處跑嘞？他本來就不該，他就只能從宿舍到工廠。2點一線，怎麼會滿街到處跑？怎麼可能？我跟你講，肚子裡沒料，你就像青鳥一樣啦。人家跟你講說沈伯洋好不好？你說哇，看太棒了，每個人都想要嫁給像沈伯洋這種人。你狗屁，你鬼，你在騙誰呀？媽，選一個台北市長，你說你準備200萬，然後結果嘞，他上他自己人的直播遇到什麼？遇到說他媽為什麼沒有錢？是因為跑去氪金了。幹什麼東西？跑去氪金了？那你氪金，我還要抖內給你哦？有沒有搞錯啊？那個 Melody Chang 說：“朱大加油，昨天的節目太棒了。”喵秀秀說：“掃紅前的 App 出現就是要結束直播了。”對，我不會一直貼着狗皮膏藥，因為我覺得這樣影響我畫面的美。哎，我跟你講，有人可以幫我想一想。沒想到本台的直播做到了一個階段，竟然有人說：“哎，請問聽完可不可以下載 PowerPoint？” 我怎麼幹？我有做很多 PowerPoint， 我一次都10幾張數據圖跟10幾張背景圖了，但誰會要一個直播的 PowerPoint 啊？怎麼會啦？幹！我不知道，但如果有人可以解決這個 PowerPoint 的問題的話，我就可以每一場都給大家下載。我就是用 AI 做的啊。我就是用 AI 做的嘛，但是我沒想到直播會做到有人跟你要背景圖，要 PowerPoint， 媽嚇傻的好不好？有啊 ，Judicious Link 說我就會要，對，但是一般來講就是很認真的人才要。你聽我直播就是增長知識嘛。好了，780了，這個時間也到了。這個謝謝徐小虎的誇獎。那 Google Drive 分享，華哥說給你們機會，你不中用啊，所以這波歸朱大，請大家多支持朱璇。好了，謝謝華哥最後的溫柔，那也讓我們看到了華哥不要太破費哦，好不好？這是知識財，我跟你講，你懂就是懂，你不懂了呢？我幫不上你的忙了。政治聽起來是很爽，沒錯，但是永遠輪不到你自己呀，好不好？請各位好好的、認真的往下走。我們希望各位一切平安，而且天氣這麼熱，請各位務必要小心補充水分，務必要小心的把自己度過。外面體感溫度超過40度啊！有網友說高階會員限定如何？再說好了，沒到800了，時間截止了。
可以啊，我跟你講，你真要我就想辦法給你，因為反正我的那個 PowerPoint 都壓在那邊啊，沒有什麼不行的，只是我也不知道哎，放高階會員，好啦，今天就開心的先到這邊啦，好不好？來，我們就這個是什麼呢？各位拜拜嘍，拜拜拜拜。阿幹，等等，一個順拿了華哥的抖內之後，我他媽忘記要做什麼，要投票了。投票，各位，今天的內容，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好的，請按1；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不好的，請按2；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的，請按3。我忘了投票了，對不起大家，請各位投票，投票，投票，我忘了投票啦，真歹事加拍誰？回光返照，忽然之間就走了。我今天真的曬到頭暈了。各位，我今天光是拉貨搬蜂蜜，我就已經走到多少？他媽！我今天就這樣子就走到了15943步。我等一下睡覺前一定是16000步了，好嗎？按讚也超過800了。好了，華哥你也不要那個可以含淚以終了。華哥又送了10個萬事通事務所會籍啊！華哥不要啊，你這樣太豪奢了啦。好了，謝謝華哥力捧，我們明天就來突破1000人同上吧，好不好？這個周間本來就比較弱一點，謝謝各位投票，華哥又送了，各位，你忘記大家會自己投啦，不是這樣子講。今天真熱，真的熱，請大家不要隨便。連你家的狗都不應該帶出門，太熱了，我曬到一個媽頭暈腦脹啊！今天股市上漲近2000點嘛，不是上衝下洗，對不對？好了，各位做出工的，在外面工作的朋友，祝大家一切平安，明天也要好好的度過，好不好？謝謝華哥，再見。晚上才遛狗，真的，我也是這麼覺得。拜拜拜拜拜拜。